大家好，我们今天来一起看一下啊，我们的全系列的一个智能控制器，然后呢，相关的这些配件，我们会把一些智能家居一些 DIY 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经验，或者说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呢，给大家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系列教程。那么从这些教程当中呢，你可以知道就是怎么样去打造一套属于自己的一个 DIY 的一个智能家居系统。那么我们可能会经常会碰到一些用户的一些问题，或者说经常会面对一些困难，怎么样去解决？那么我们会在接下来这个教程当中啊，我们会以实质的一个操作形式啊，给大家一步一步来做一个讲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桌上的第一排呢就是我们的智能控制器，它也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啊，最重要的一个控制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多种不同型号的控制器放在桌上啊，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子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控制器的？那么主要是我们根据这么几个指标参数来衡量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输出通道，它的通道路数不一样。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看到是2路的啊，它就是只有2路输出通道。那么第二个呢是4路的，第三个呢是8路的，然后第四个呢是16路的，那么第五个呢是32路的。那么这些输出通道呢，指的是你可以接负载类型的个数。比如说我的8路的控制器，那我们就可以控制8个灯。如果说我们16路的控制器，我们就可以控制16个灯。那么你根据你自己的户型或者是实际的一个情况来选择。那么同时呢，控制器呢不仅具备它输出的一个通道，还具有一个输入通道。输入通道呢，我们把它控制盒转过来，我们看一下啊，在它的反面。那么输入通道呢，主要是用来接传感器，接一些我们的所开关量的一些传感器。那么进行实现一些联动的功能，以及一些安防、报警、消息一些推送的功能。那么不同的控制器呢，它的输出通道、输入通道呢也都是不一样的。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各个控制盒的它的另外一侧呢全都是它的输入端。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2路的这个控制盒，它没有输入端，所以说我们的2路控制器它因为体积比较小，它已经没有输入端这个接口的位置了。那么第二个呢是4路的控制器，它有4路的输入端，这个绿色的接线端子就是4路的一个输入。然后呢是8路啊，8路就有8路的一个输入端子。然后16路呢也是8路的输入端子。那么32路呢相对来说少一点，因为它的体积、它的自电势面积比较大。32路呢是6个输入端子。那么这样子呢一个输入接口，另外呢就是它的一个通信接口啊，通信接口的一个有哪些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控制器上都有一个网口啊，还有一个 RS232的串口。这个串口呢，就是用来做一些第三方设备的连接。我们后面也会讲到，比如说我们的按键控制板、我们的手动控制，那么就通过这个接口啊来进行一个连接啊。网络口大家很容易理解，主要是用来插网线。那么将控制器呢连接到路由器下面啊，挂入 Internet， 那么都是通过网络口。另外呢就是电源口，电源口呢就是用来供电的啊，我们就给它提供一个12伏的电源，那么给控制器呢进行一个供电。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不同控制器根据它的输出的通道个数、输入的通道个数以及它的一些通信接口呢，那么形成了这么多不同的型号。那么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呢进行一个选择。那么这些控制盒呢，它的输出通道的路数不一样，同时呢它还有具备一个特性，我们所说的每个输出端有些是有长开、长闭、公共端3个端子的，那有些呢是只有长开端没有长闭端的。比如说像2路的、4路的和16路的，它都是有输出端都是有公共端、长开端、长闭端这3个接线端子。那么一般呢是用于一些电机的正反转的控制，或者说一些其他相关的应用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到此类的一个输出类型。比如说像一些双联开关的一些连接方式啊，就是用于长开、长闭、公共端的这些接线方式。然后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第2排啊，第2排的主要是一些相关的配件，开关类的一些相关配件。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我们跟控制器，我们给它要增加一个手动控制的方式。比如说有的时候像网络出现故障，或者说不具备网络控制的情况下，那我们控制盒呢还是可以进行手动来进行控制。这样呢，在安全性和保密性上面，以及时效性上面呢，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优势。所以说，我们保留了手动控制的这种模式。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按键板啊。按键板呢，它主要是有各个按键集中在一块电路板上。那么这样子呢，你就可以集中来控制各路的一个继电器开关。
它呢有一个接口是RS232的接口，这个接口呢就是我们跟控制核的一个RS232的接口呢进行相连。那么我们后面呢会给大家做个演示。这边呢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这些不同的部件它是实现了怎么样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按键板呢可以集中来控制各路的一个开关，同时呢它左侧呢有一个扩展板，扩展板呢是用来连接我们右侧的那些开关面板用来拧螺丝的，把一些相关的线呢接到这个扩展板上去。那么同时呢，这个按键板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个遥控室，还有一个白色的遥控室。这种遥控室呢，就是可以实现不同路数的一个无线遥控啊，这也是做本机的控制的。那么在右边呢有2个语音的模块，语音助手模块。那么一个呢是对于谷歌音箱来使用的，另外一个呢是对于亚马逊的音箱来使用的。那么这2个模块插上去以后呢，那么就可以实现一个语音控制。当然，这个语音控制是英文的语音控制。那么右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不同类型的开关面板啊。那么这些面板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的键位的，有2键的、4键的，然后8键的、16键的，还有下面最大的一个有32键的啊。像所有的面板、所有的接线柱呢，都是在它的后面接上相关的按键呢就可以了。比如说像这个是32键的，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有32个端子。那么这个端子呢，每一个按键呢，它连出来有2根线，这2根线呢，就是跟我们那个按键板的扩展板进行相连。相连了以后呢，这些开关都可以模拟按键板的手动控制来进行控制了。那么这些开关的类型，大家也经常会问到，它是不是一个智能开关，或者说是一个怎么样的特点的开关啊？它很简单，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反面。它每一路开关，比如说我们这个8键的面板，它的反面有8个接线柱，每个开关呢其实就是2根线。这2根线呢是干节点类型的，我们只要把它短路，我们只要把它短接在一起呢，这个开关这个时候就会打开。我们再短接一次呢，这个开关就可以关闭，非常简单。所以说这种开关类型就跟按钮一样，也很灵活，包括市场上也很常见，大家可以自己去接自己所要的一些尺寸的开关都可以来实现。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开关是通过我们的按键板跟我们的主机相连的，我们的语音模块呢也是通过我们的RS232的接口呢跟主机相连的。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主机上只有一个 RS232的串口，比如说这个 RS232串口，我现在如果说跟语音模块连了那么它这样子连上以后呢，那么按键板也是串口就没办法使用了，对吧？大家可能会说，这2个接口怎么样子同时插上去呢？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个衍生出来一个串口的一个分支器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将可以把我们的串口呢作为一个1分为2的一个扩展使用。我们可以插上这个连接线，这个 RS232标准的一个连接线啊，到这个口子上。口子上以后呢，然后我们就把一个串口呢分成2个串口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连接器呢跟控制器相连，然后呢，它不同的接口呢就连接到一个不同的设备呢，这样就可以实现2个串口设备呢跟我们的一个控制器呢进行同时操作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控制。那后面的话，我们会给大家详细的来演示一下实际的一个操作效果啊。这里只是一个比较简单这么个连接。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开关的一些控制设备，以及一些控制盒呢一些总的一个介绍一个分类啊。那么后面呢，我们会把还有一些传感器怎么样来接入，包括每一个部件它有哪些特性呢，我们给大家详细做个介绍啊。这里主要是做个功能介绍。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控制盒关于输出部分通道的一个解释啊。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什么叫常开端，什么叫常闭端，什么叫公共端。因为我们有些控制盒是有常开、常闭、公共端同时有的，有些控制盒是没有的。那么它的区别在哪里？我们就拿一个16路的来讲一下，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定义是怎么样子的。那么我们现在拿出来的这款呢，就是我们的一个16路的控制器。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输出端有密密麻麻的接线柱，有很多。那么可能不知道都是啥意思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电路板上呢有一个标识。它呢，就是有告诉你它每一路的3个端子啊，分别是哪几个定义啊，比如说 COM 是哪个角 ，NC 是哪个角 ，NO 是哪个角，它都有明确的定义。COM 呢，就是一个英文的一个 common 的一个缩写，就是一个公共端啊。NC 就是 normal closed， 就是一个常闭，然后 NO 就是 normal open， 就是常开，就是始终开着的意思。那么这些点是什么意义呢？
就比如说我是常开的，那么相当于我们在制电室不控制的时候，不给它供电的时候，它就是处于一个断开的状态。如果说是常闭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不供电的情况下呢，不打开开关的情况下，它是闭合的，它是直接是导通的。那么这个就是常开和常闭的区别。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用万用表来测一下，比较直观一些。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反映出来一个特性是怎么样子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用万用表啊，我们打到一个测那个电阻的这一档啊，我们现在打的是那个测二极管的这一档，就可以通过听声音方便一点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将表棒插到那个 COM 和 NO 里面去，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它的阻值是无穷大的啊，万用表是不会响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表棒插到那个 COM 这一端以及 NC 这一端呢，那么我们可以听到它始终是有声音的，说明它是闭合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长闭端。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看了一下它的一个输出通道，它的一个通道类型啊，分常开、常闭、公共端这些的定义。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呢，我们往往在接负载之前呢，我们要确定一下我们这个控制器能不能承受我们的一个负载设备类型的一个最大功率和电流。那么这个是怎么来看呢？因为每一个控制器呢，它都是有一个额定的电压和电流的一个指标参数，然后呢，我们通过一个指标参数呢去衡量啊，肯定是要大于你这个用电器的设备类型的一个负载。那么如果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产品的话，它包装上都有写的啊，或者是有明确的一些描述在里面，你可以看得到。那么如果说我们看不到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直接看里面的制电室呢，制电室上面一般都有标参数的。那么根据这些参数呢来衡量它到底是符不符合我们的一个设备类型来使用。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制电室啊，怎么样来看这些指标参数。那这个呢是我们的控制器内部啊，我们打开控制器的一个外壳，可以看到里面那个制电室的一些参数值。一般呢，我们不会去建议大家去这么拆开来用，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教学，作为一个知识点呢，我们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啊，是怎么样子去判断一个制电室呢，它所能输出的一个最大一个负载类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上面有好几排字啊，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比如说它第一个是写的 DC 12伏啊，这些呢就是说是跟你没关系的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控制板上面怎么样去控制它的一个电压参数。那么第二行呢，它写的一个10安啊277 AC， 这个指的是这个制电器所能承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电流和电压值。比如说它工作在交流电 AC 就是交流电的意思啊，就是200 AC 就是交流键277伏的状态下，它所提供最大的电流是10安培。那么一般呢，我们电压呢不会到277伏的，一般我们像现在国内的话是220伏，或者说有些地方的话，有些国家的话可能就是100伏，或者说是230伏都有可能。那么这个指的是它的一个最大值啊。那么同样第三行呢，它写的一个 AC 直流电125伏。那么125伏的情况下，它最大的所承受的电流呢是12安啊，这个是在不同的交流电的电压下，它所承受的一个最大电流值呢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呢是一个电压和电流值。那么通过这些电压、电流值呢，我们可以计算出通过公式啊计算出一个功率值。那么根据功率呢来判断我们有没有超出这个负载类型。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个电压和电流以及功率之间的关系。刚才我们已经从制电器上看到一些实际的参数值了，我们先把它写下来，来给大家做一个公式啊。那么我们刚才看到270伏的情况下，那么它的最大电流是10安，然后呢，在125伏的情况下呢，它最大的电流是12安啊。那么按照实际的情况来讲呢，我们一般常用的是220伏啊。举例子，比如说我们在220伏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该如何来计算它的一个最大功率？那么我们用功率用 P 来表示 ，P 等于 U 乘以一个 I， 就是 P 等于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那么220伏乘以10安，这个时候呢就计算出来等于2200瓦。啊，这个是我们在制电室最大极限在220伏的情况下，它所承受的功率是2200瓦。但是我们一般实际有一个误导，千万不要把这个功率给它用足。一般我们会预留30%的余量，就比如说你是2200瓦，不能
直接使用到2200瓦这个功率，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般我们都会用到预留30%，你可以计算一下是多少，然后呢预留出这个余量的功率值，这样去控制那个负载会比较安全一点。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再计算一下，当它在110伏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功率它最大能够承受的是多少？那同样的，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那么等于110伏乘以一个12安。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总的功率呢是等于1320瓦。那么同样也是预留30%的余量，那么你可以计算一下，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被控制的那个负载类型一般选在多少的情况下是比较适合的。那么超出以及接近它的临界点呢，会产生不安全的一些隐患，这个是大家所需要注意的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怎么样去计算功率，怎么样根据电压电流值呢选择一个适合的一个控制器的，然后去做一个相关设备负载类型的一个控制。现在呢，我们已经学会功率的一个计算，以及呢如何去选择负载设备类型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负载功率，可能你会说，功率很大，超出了我控制器的负载。比如说像一些加热器电暖器或者一些空调，它的功率很大，电流也很大，远远不止10安培。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么我们通常会用交流接触器来进行一个功率的扩展。比如说我们使用的是单向电那么比如说我们就使用单向的交流接触器，像这个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单向的交流接触器。我们可以看到呢，它上面还有一个黑色的部分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是手动的一个控制就是在紧急情况下，它手动还可以控制开和关这个是一个手动波动开关。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当你使用3相电的时候因为工业用电一般都是3相电，大功率的负载，比如说一些电机马达或者一些抽水泵之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3相电的一个交流接触器这个就是3相电的交流接触器，这个就是体积比较大的个子也比较大。那么同样它上面也有一些手动的一些控制的可以手动按下去按下去它会弹上来，这样进行手动控制。那么这些接触器呢，它也是有不同的一些参数和指标的，同样的可以选择不同的参数指标呢，连接到控制器以后呢进行扩展。所以说呢，这个选择余地和种类就很多了，我们可以延伸出各种各样的一个功率负载的一个参数值那么怎么样去看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控制器它的侧面我们可以放下来看一下，它的侧面呢都是有一些图示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单向的一个交流接触器这边呢上面它印着一排指标参数，那么写的是呢最高的是230伏50赫兹、60赫兹。那同样的它所提供的一个电流这个就是最大就是25安了。像我们刚才的话，我们内部的继电器只有10安，那么这个就是25安。当然你如果说嫌25安还不够大呢，你可以选择更大的还有60安、70安、100安、200安都有。那么它这个控制原理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呢，它是有个图。当 A1、A2 呢给它提供220伏的电压的时候呢 ，A1、A2 是2个接线柱在我们螺丝孔上会有。那么它提供220伏的时候呢，它那个下面有个1和2的开关，以及3和4的开关呢，它就会形成一个导通。也就是说，有220伏供电的时候呢，它的1跟2是通的，3和4也是通的。那么这样呢，实现一个间接的一个控制。我们的控制器呢，只要给 A1、A2 呢提供一个220伏的电压就可以了。这个电压的220伏呢，它的电流是很小的，所以说我们控制器的10安呢是绰绰有余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380伏的，就是一个3相电的一个控制器。比如说这个是三相电的一个交流接触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大的一个电压值是690伏，然后它同时的电流呢是40安。那么3相的接触器呢，体积呢要比那个单向的大得多这是因为它有3相嘛。刚才我们看的是控制器的输出端，然后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控制器的输入端。我们控制器的输入端呢，支持的传感器的类型呢，都是干节点类型的传感器。那么我们给大家来讲一下什么叫干节点那么所谓的干节点呢，就是很简单，其实就是2个线，它是短接还是断开这2种状态的一个纯粹物理的一个信号比如说我们的输入端，我们现在接了2根红色的导线，我们把它碰一下它只是分2种状态，要么就是碰住，就短住，要么就放开分开，就这2种状态，很简单。那么这样子呢，就会读取相应类型的一个数据来给这个控制器。也就是说，你每一路控制器的输入端，
它只需要2根线是处于短路状态的，还是处于断开状态的。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可以衍生出很多传感器可以用来进行使用。比如说我们用的最多的，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门磁的传感器。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门磁传感器它的一个原理。这是一个门磁传感器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那个出线头。线头呢，它就是有3根线，有公共端、常开端、常闭端。那么现时我们先用公共端和常开端，我们来演示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是怎么个原理啊。那么门磁传感器呢，它这2根线呢，也就是当我们把门打开的时候和我们门闭合的时候呢，它这2根线呢是处于导通和断开的状态呢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利用它这个特性呢，就是作为一个干节点的一个输入端，就可以实现一些智能化的一些控制。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把这2根线我们给它接上去，这2根干节点信号的线我们把它拧到这个螺丝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万用表来测一下。同样的，我们把万用表打到一个测2极管这个档位上面，因为它会有声音会有提示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好，现在是没有声音的，也就是说这个节点这2根线是处于断开的一个状态。那然后我们现在呢，比如说把那个门打开，模拟把门打开，我们把那个铁块，呢本来是应该装在这个门上的，铁块拿开呢就意味着门打开。这个时候呢，这万用表就会响，然后铁块合上去以后呢，它又不响了。我们再打开，我们把铁块移开，跟放在它边上，你看它这2条线表现出来一个状态导通和断开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选择这种干节点类型的传感器的，跟控制器的输入端相连呢，就是为后续可以实现一些智能化的控制。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控制器的一些对外的一些接口它主要的一些接口的定义和它的一些功能。那我们以16路的控制器举例子吧，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这是一台16路的控制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前面有一个 RS-23的一个接口这个是一个通信接口。这个通信接口呢，主要是连接第三方的设备，通过串口标准的串口通信呢，就可以实现对我们控制器的一个控制比如说我们前面刚才讲到的手动的按键板，包括语音的一些模块或者说包括其他第三方的串口设备。那么在最左边呢，有一个黑色的接口。这个黑色的接口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黑色的接口呢，它是一个电源口。这个电源口呢，用的是给控制器来供电的电源口呢，是我们用适配器来供一个 DC 12伏的一个直流12伏的一个电源。那么不同的控制器呢，它根据网络通信方式不同的有2种版本一种呢就是以太网的，就是插网线的，还有一种呢就是 WiFi 的版本。WiFi 版本呢是用来拧天线的，但是它2种不能同时使用。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用的是以太网的版本，你就插上网线去用；如果你用的是 WiFi 的版本，那么就使用无线的通信方式去使用，而不能去插上那根网线。那个网线已经是没有意义的。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就是相当于 WiFi 版的话，它就侧面有一个天线口。天线口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就是用来拧那个 WiFi 天线的。这样子我们可以把天线拧好，然后把它竖起来这样就是 WiFi 版本的一个控制器。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手动按键面板它是可以跟控制器相连，实现一个手动控制的。就是在控制器有没有网络的情况下，或者说断网的情况下都可以使用。那么它是通过一个 RS-23的串口来跟控制器相连。我们每个控制器上都有 RS-23的串口。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个手动控制板呢，最大的是有32个按键，所以说呢，它不管几个按键的控制器呢，都是支持的。比如说你接的是32路控制器，那么32个按键全部可以用。比如说你接的是16路的控制器，那么前面16个按键是可以用的。如果说你接的是8路控制器，或者4路控制器，或者2路控制器，那么就是依次前面那几个键位对于控制器是有效的比如说你8路，那你就用8个键；4路你就用4个按键；2路就用2个按键都可以。那么它的连接方式呢，就是通过串口线一端的串口线插上，然后另外一端的串口线的另一头呢插到控制器上面，这样子呢就可以实现控制了，很简单。那同样的，它也是有一个电源接口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这里有个电源接口，电源接口呢也是用 DC 12伏来供电的那么
还有就是一个无线的组件啊，供遥控器来使用的，这有个无线接收头，然后遥控器啊，可以遥控器来控制第1路到第8路。那么另外呢，它扩展出来呢，就是有一个扩展板。扩展板可能会问，就是用来做什么，起到什么作用啊？那么它是用来连接手动的按键面板啊，包括这种86型的面板，或者说其他的这种自复位的开关都可以来连接。那么开关面板后面的那个键呢，直接连接到这个扩展板上相应的键。比如说这里有64个点，然后呢总共是32个开关，那么依次从第一个开始就是排下去啊，一高一低呢算第一位。第1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扩展板上的第1、第2个螺丝孔，对应的是开关上的第二个螺丝孔。那么依此类推，比如说是第2个键啊，对应的是第2个螺丝孔，就这么一直排下去。你需要用几个键，那么你就连接几个孔就可以了。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按键扩展板它的一个功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开关面板。开关面板呢，主要是起到一个扩展板的一个延伸啊，按键板扩展板的一个延伸，它可以装在墙上不同的位置，那么方便日常使用。那么可能大家会问，我们所使用的开关类型是哪一种类型的啊？那么这种开关面板都是自复位型的一些开关类型，也就是说你的手按下去，或者说你手抬起来的时候，它自己会进行一个复位的，就类似于我们的一个鼠标操作是一样的。那我们也看一下这个开关啊，我们拿起来看一下。比如说这是它的一个正面啊，正面呢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它有不同的键位，那么你可以按，也可以看到我们按下去的时候呢，它是通的，然后手放掉的时候它马上是断开的。这个不像我们家里面传统的开关是一个跷跷板的方式，你按下去以后呢，它不会弹上来，然后一定要另外一端按下去了，它才会弹上来。那么这些开关呢都是不同的键位，比如说刚才看到是4键，那么这个呢是8键的一个面板。同样的，我们可以按下去啊，这是一个轻触型的开关。那么这个是它的反面啊，接上相关的一个线。那么这个是8键开关。那么我们看一下，还有更多的16键啊，16个开关，16个继电式的控制呢，在同样一个面板上面。那么按每个按键呢，也是做一个轻触式的一个开关。那么最后还有最强大的32键啊，这里有32个开关在一个面板上。当然，这个面板相对来说面积会比较大一点。那么这个是它反面的一个接线端子啊。那么这些就是我们从2键开始到32键不同的一个面板的组合。那么在选择开关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自己来选择一些按键或者面板来和我们的按键板来进行组合使用。那么它主要就是使用是干节点以及它自复位型的一种开关类型就可以了。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怎么样子叫自复位？可能刚才你从视频当中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可以理解到它的一个意义。准备拿万用表来实际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状态变化。这个是我们拿的是8键的一个开关啊，8键的开关。然后呢，我们用万用表搭住它的一个后面那个接线端子啊，比如说是某一路的接线端子，这样子我们可以搭住以后呢，然后我们按一下开关。我们可以看到万用表通了啊，然后我们不停的按住，手放掉，手放掉的时候呢，它就是断开的，然后手按住的时候呢，它是连通的。那么这种呢，就是一个自复位的一个开关类型，也很简单啊。